近日，印度 GDP 总量超过昔日宗主国英国，成为世界第5大经济体，令印度举国振奋。不少印度民众乐观幻想，在未来几十年间，印度能赶得超越中国，直奔世界第2。而事实上，不少国际金融机构都对此持谨慎看法。来看报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印度在2021年第4季度在 GDP 总量上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5大经济体。IMF 还预计，2022年印度全年的 GDP 规模仍将继续压英国一头。如果前者能保持当前势头，到2027年时，其经济规模将超英国20%左右。消息一出，印度舆论大为振奋，一时间，新德里各界纷纷高歌印度的经济高光时刻。Now, the IMF has also predicted that India could beat Germany to the 4th place by the year 2027. And the IMF has predicted that India's economy has grown by about 7% again this year. In contrast, the United Kingdom has been facing a serious slowdown. In the second quarter this year, the United Kingdom's economy shrunk by about 0.01%. 把前殖民宗主国英国抛出身后的好消息，极大刺激了印度的大国梦。印度财长希塔拉曼表示，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2位数，印度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0。印度国家银行也在周6发布的最新报告中预测，印度有望于2027年超过德国，并很有可能于202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印度商工部官员还大胆分析称，到2047年，印度将超越中国。近期，印度裔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角逐英国首相一事，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印度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就在 IMF 经济数据公布的同一天，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的正式服役，也令印度自豪感爆棚。在服役仪式上，总理莫迪高调宣称，印度正式加入航母大国俱乐部。विश्व के उन देशों में शामिल हो गया है जो स्वदेशी तकनीक से इतने विशाल एयरक्राफ्ट कैरियर का निर्माण करता है। आज चाहे ऑफशोर पेट्रोल वेसल्स हो, सबमरीन्स हो या एयरक्राफ्ट कैरियर्स हो, आज भारत की नौसेना की ताकत अभूतपूर्व गति से बढ़ रही है。然而，所谓自主设计建造的维克兰特号，关键装备依旧是极具印度特色的万国造。其最早设计方案由意大利提供，动力系统来自美国通用电气，传感系统由德国制造，雷达系统来自以色列，电力系统则由芬兰供应。更重要的是，维克兰特号暂时还没有自己的舰载机。由于印度目前的工业制造能力有限，无法自主研制舰载机，因此维克兰特号服役后将长期处于有舰无机的状态。而对于印度经济的高增长能否延续，诸多国际金融机构都保持了谨慎看法，认为印度虽然目前经济增速强劲，但依然面临着多重压力，经济增长动力或面临不足。花旗集团将印度本年度的 GDP 增速预期从 8% 下调至 6.7%， 高盛从 7.6% 下调至 7%。 摩根士丹利也表示，印度本财年增长预期有下调40个基点的风险。美国银行指出，印度经济活动正在失去动力。7月大部分指标较上月有所下降，包括7月的港口货运量和航空货运量均有所放缓，汽油和柴油需求大幅下降等。同时，印度央行的不断加息可能会使这一趋势进一步加速。截至目前，印度央行已经加息140基点，业内预计印度央行还将继续加息至 6%。此外，印度还面临着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这可能进一步使得消费者需求和企业投资承压。半岛电视台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由于之前印度经济长期放缓导致统计基数较低，所以出现增速大幅跃升的情况并不奇怪，后续增幅能否延续这种态势有待观察。事实上，印度 GDP 超过英国一事的含金量也有待进一步考量。
因为英国当前面临的是40年来最快的通胀，加上天然气价格上涨，导致英国及欧洲经济前景持续恶化。同时，今年以来，英镑对印度卢比的表现也十分疲软，汇率下跌了近9%。此外，印度人口与英国也相差巨大，印度有14亿，而英国仅有6800万。印度人均 GDP 是2500美元，而英国是4.7万美元，差距不言自明。印度教徒报称，目前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较低，制造业增速放缓，还出现较大的贸易逆差。它这次呢，这个超过英国呢，也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但是呢，会不会像印度自己所说的赶得超越啊？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过于乐观的这个说法啊。实际上，印度经济从来没有实现过让很多人预期的这种可能性。在印度的这个政治体系里头啊，领导人是所谓选举制选出来的，但是缺失了这个关于这个问责制、责任制的这一块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印度的政客呢，就是很随意的就下承诺，包括莫迪现在说2047年印度要成为发达国家等等这样的承诺呢，这个都是属于这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说了，满足了这个所有印度普通民众的这种民族主义的需要。面对印度展现越来越强的大国抱负，中方应当如何看待？有分析指，对于印度国内一些战略精英表现出的以美制华思维，需保持警惕；对于印方任由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关系全局的短视，需加强提醒和沟通。而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要想实现成为发达国家的大国梦，实现经济长远稳定向好发展，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是必不可少的。这也就决定了印度必须与中国这个巨大市场和经贸伙伴保持积极的合作。中印之间呢，经济其实是存在这个相当大的这个互补性的啊。疫情之后啊，实际上印度政府也在搞这个经济脱钩中国的政策。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贸易量还是在这个逐步的增加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中印的经济合作本身是有它内在的这个动力啊，和它内在的这个逻辑的。但是呢，这个中印关系大的这个趋势上呢，是存在一些消极的因素，包括中印经济合作呢，它也是存在一些阻碍它的这个因素。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到这个长远的两国的这个合作的方向。